断舍离最让我心痛的就是看着那些根本没有坏，而是因为舍不得怕浪费，放着放着放坏的东西。带着这样的心痛，我又愤怒又疑惑恐惧，到底放着不用是浪费，还是处理掉是浪费？去挥霍与珍惜是同一件事情，原来留着没用的才是真的。Hello， 我是 A， 陪你在穿搭与断舍离中挖掘出属于自己的珍珠光。上一集夏天前该断舍离掉的6种衣服，收到很多朋友的留言跟反馈，谢谢每一个愿意分享的你们。很多朋友对于改造旧衣物很有兴趣，影片已经在企划当中，但是一人工作室有时候真的快不起来，谢谢大家的理解。不过也有人留言说现代人好浪费，这也是我一直很想要跟大家聊的，断舍离到底是不是浪费？今天这支影片我会从5个角度切入，聊聊那些让我们丢了心虚觉得浪费，留着内耗生灰的东西到底是想要让我们怎么样。影片的最后也会提供几个旧衣物的实际处理方式，都有帮大家设章节，可以跳到你任何想要跳到的部分，但麻烦广告帮我们多看个几秒钟，支持我们持续优化影片。在找灵感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博主说他翻出高中时期收藏的笔记本，因为很漂亮所以当初舍不得用，结果多年后从抽屉翻出来要断舍离，才发现自己早就过了那个喜欢在上面涂涂写写很珍惜那种笔记本的年龄。笔记本没有坏，但是自己的喜好变了。我也很有共鸣因为我也收藏过很多喜欢但舍不得用的东西，像是香水、饰品、鞋子、衣服，笔记本当然也有，还有那种什么小贴纸啊，或者是有造型的 N 次贴，但因为太过小心翼翼了，结果舍不得用，放到连香水都变味道了，还有8分满，鞋子的皮都酥掉了，也只穿过2次，直到断舍离那天从抽屉啊或者是衣橱柜子深处挖出来，再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也错过了最想要使用他们那个时间点，才发现他们跟我早就错过了彼此最好的时机。也因为这种断舍离后的愧疚、无奈、后悔还有羞耻感，我才发现这不是珍惜这是错过。而且大部分的东西都不是用坏的，都是放坏的。就像以前我吃饭的时候喜欢把最爱的菜留到最后，结果因为很饱到吃不下，或者是因为动作慢被隔壁的吃掉了，所以这些本来我最爱的最珍惜的东西反而到最后没有那么美味了，甚至有时候就是吃不下了。那这些最爱的饭菜跟过度珍惜没有用的东西其实就是一样的。有着这些很复杂的情绪，我就开始问自己，我的过度害怕浪费是不是反而让我习惯性的错过我真正想要用的东西？还有我到底把自己摆在哪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习惯是不是已经被我用在日常的方方面面？不论是哪一种都不是我想要的。断舍离这些东西可能在很多人眼里是浪费，但它其实是在帮我挖掘自己不太愿意面对的内在惯性。像小时候我们应该都很常听到长辈说东西不要浪费，但他们很多东西买了就放着，舍不得用，坏了也不丢。那时候我极度的不理解还有抗拒，但没想到我在无意识中也复制贴上了这种观念还有生活方式。明明不喜欢还是凑合用，明明坏了还要留着。最扯的是我总是期待坏掉的东西会有奇迹发生，它会自己修好，或者是某一天我突然变了成一个修电器的小能手，或者是能把酥掉的皮鞋再怎么样美化变成另外一双新鞋。看到东西想丢就会有一种莫名的罪恶感，这种声音潜移默化久了就会变成自己的内在监察机制。我曾经也被自己内建纠察队控制了很久，每次搬家都看着那些没有用的东西打包成一箱一箱的又带到了另一个新家，总觉得某一天搬到新家之后就会用。直到那时候刚毕业，我花了一大笔搬家费从美国的西岸搬到东岸，但很多东西都在运送的途中就坏了。我是会仔细打包的人，也知道要从西岸搬到东岸，所以我也花了一大笔钱买泡棉那一类的东西。看着坏掉的东西，我也深刻的感受到这些怕浪费的概念反而让我额外花了更多，愧疚感还有羞耻感更深。还有啊，就是如果你也是很在乎居家风水的人，我们都知道居家环境能够影响我们的方方面面，除了风水之外，它也是我们自己潜意识的一种呈现，也是给我们安全感还有恢复能量的庇护所。家里不是仓库，更不是资源回收厂，
也不是花钱让小黑炭、害虫、羞愧、后悔、恐惧、愧疚这些负面的能量住进来的地方。物品当然没有错，但是我的极端，还有我一直不愿意去面对，让家变成一个由执念负能量泡泡组成的监牢。这个不愿意面对，已经变成一个有毒的完美主义，因为太过于执着要完美，就不会允许自己有犯错的空间，不敢犯错，导致我不敢面对，不面对就不能复盘，不复盘就没有办法修正、调整、再进步。断舍离以后，我也才发现，原来法官、加害者、被害者把自己关进监牢的都是我自己，因为太在乎物品还有别人的想法造成的。但好消息是，能救我出来的也只能是我自己。心理学家就有说，我们不应该要待在长期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的环境里，那是很消耗而且有毒的。那我们不断的把自己放在不知道要向谁证明的那种有毒的环境里，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一种情况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这个东西说不定哪天会用到，说不定以后会穿万一以后开 party 什么的。再不然就是可能等胖啦、瘦啦，或者是怎么样的，总有那个说不定的情况。可是你知道吗？那个说不定可能永远不会来。就像怀孕的衣服放到70岁的你也用不到了。有时候东西没有错，我们也没有错，只是那个实用的物品不适合现在的我。像那些穿戴在你身上会觉得自己灰灰的，起不了任何火花，也不舒服的衣服、鞋子、包包、饰品，或者是任何居家用品，都不是珍惜，是我们自己不敢去承担选择的结果。很多的说不定，现在我自己想起来，也很像是拖延放手的借口，是我们用来掩饰对于改变的抵抗。那些容物也很像是渣男，你明明就知道他就是不可能再变好了，但你又舍不得离开他。这就像是以珍惜之名的华丽外壳，里面包着的东西早就已经臭酸，让我们内耗了。我学到使用的物品其实是在帮助我们可以更轻松、更自在的生活。现在对于我而言，浪费的定义也渐渐改变了。我觉得不要浪费其实可以有2种解读方式，一种呢是鼓励使用、善用并且珍惜，另一种就是把所有东西都留着，即使自己早就不需要了也不能丢。以前我会觉得丢掉东西是浪费，现在我觉得把自己塞进一堆不适用的物品或者是空间里，接着还要腾出家里的空间装这些冗物，花时间精力去打扫是浪费。那你可能会想，早就一开始理性消费不就好了吗？最早的时候我也曾经这么想过，因为看了快时尚对地球的污染的纪录片，做服装以及热爱服装的我，有3年没有买衣服，放到购物车我都会等3天以上再考虑要不要结账，或者就是不买了。但有时候就算懂得搭配，有购买的知识，难道就保证不会犯错吗？有时候可能就是我变了，或者是原物料变了，我对生活的要求也变了。更重要的是，有时候其实当下你并不那么了解自己，更不了解未来的你会变。了解自己对我而言，就是从不断的试错、放弃完美开始。更不用提有时候长久不买，一直压抑自己的欲望，反而就很像减脂期会反弹一样。过去我就是很怕被自己的内在机制跳出来说你太浪费了，然后抓着一堆根本不适合自己的东西不放。久了以后我才发现，这是我没有察觉到的一个旧有的思维模式。然后这个旧有的思维模式让我像碰到一堵墙，误以为放弃就是失败，因为有时候过度聚焦在不要浪费，反而造成了浪费。就像人家不是说吗？你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的那个概念。所以有了这个觉察之后，我自己就转念了，我把断舍离当作一种选择，回到当下的练习。当知道自己有选择权、有自主性，不是受害者，我才知道我用舍不得、怕浪费、羞愧、愧疚、恐惧困住自己的监狱，它根本就不存在。我也慢慢开始拼凑出自己的主体性。我知道我自己买东西回家的当下，我就要承担这个决定，为我现在的自己负责，就是活在当下。如果有一个人有意见，你就改变；另外有一个人有意见，你又要再改变。那改来改去，我们到底变成什么？那
那可能有人会问，有没有办法避免断舍离的浪费？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去使用它们。所有我留下来的东西，就要在这一季里面穿到用到。当然，除了那种维修的工具，或者是它本来就是特殊情况之下每个家庭要必备的，像地震救难包这种东西。不然可以用你的手机，或者是拿一个本子记录一下，复盘一下不常用的东西是什么原因，在下次买的时候就可以注意一下，因为没有用到的东西在买的时候浪费就已经造成了。我们目前生活的地方就不是以物易物的社会形态。我以前会很执拗的认为说，不然就是在乎物质，不然就是在乎精神层面。但是我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就是有欲望啊，还是会犯错，而且有各种情绪，也会有不想要努力，想要躺平。我在乎物质，不妨碍我关注我的精神层面，更不代表我就是会浪费地球资源。我不爱这个地球，我自己深深的感受就是，爱这个世界的前提是要先照顾好自己。那透过这样子筛选的练习，找回我跟自己的关系，然后把焦点放在现在的我身上，才让我更清楚什么东西会让我愉快不愉快，更了解自己，更照顾自己。那你可能会觉得这样会不会太花时间啊，很浪费时间欸？但我觉得关爱自己是我这辈子最值得投资的事情。断舍离它看起来很像是在整理居家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我而言更像是在练习聚焦在自己身上，而且可以运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断舍离到底是不是一种浪费？老实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只有自己有标准的答案，但我的感受是，真正的浪费不是丢掉了，而是从头到尾我们都没有觉察到从这个经验里可以学到什么，反而留下让我们恐惧的负能量。狂丢东西，一直重复买错，跟什么都不丢，什么都想留下来，两者的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可是如果从每一次的放手里面，我们都可以去厘清啊、调整啊，那或许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向内挖掘的过程，得到超越物质的宝物。怪不得张悬会唱挥霍与珍惜是同一件事情。以前我真的是每个字都看得懂，但我听不懂。现在超有感，因为我觉得真正的珍惜不是一直抓着不放，而是愿意释放那些不再产生共鸣的东西，让我们的空间还有能量重新的流动。当然你可以选择留下，也可以选择放手，只要这个选择让你更靠近自己，那就不是浪费。像山下英子，她一季就要换一次衣橱里的衣服。美国极简主义者，他建议只留下1个月内要用到的东西，其他全部都断舍离。也有人坚决不丢，要囤在家里，还有更多人还在犹豫，还在找答案。不知道你觉得哪一个才是对的，或者是哪一个是适合你的？按惯例举一个不太相干的例子，就曾宝仪之前拍纪录片的时候有接触过很多宗教，就有人问他接触过那么多宗教之后怎么判断什么是邪教，他说会让你恐惧的大概就是如果留下来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更自在，如果放手是为了不恐惧，更好的对待自己，那不管怎么做哪一个答案，我觉得都超值得被尊重，因为让自己内心平衡、平静、舒服、发光，就不是浪费。你觉得嘞？最后再分享一下，旧衣物除了直接丢或者是捐，如果你不放心它的处理方式，希望它被妥善利用的话，也可以查查看你附近 Uniqlo 的旧衣回收站，他们会做资源的再利用。除了这个之外，有一些旧衣服如果其实还不错，它只是旧了，我会拿来当居家服或睡衣，状况还不错，但是不喜欢的款式，今年开始我会做旧衣改造。对衣物改造有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哦，也欢迎分享你的想法，你觉得到底怎么样是浪费，或者是你觉得什么样的方式是你舒服的方式。我是陪你打理外在，关照内心的 A， 我们下次见，拜拜。When I met you, I just knew there was no looking back.